今天我们要来做脆皮烧肉。脆皮烧肉其实我做过2次的影片，2次的方法我自己都非常的满意，也有大量的网友回馈说做出非常好吃的烧肉。但是还是有小部分的网友留言说，他做出来的烧肉依然是不够酥脆。我也是很关心大家，我其实拍个影片出来，我都想要尽量帮助大家在家里做一个比较让人满意的脆皮烧肉。那我经过反复的研究，我发现有那么一个问题，可能是我们大家平时做烧肉不脆的原因。今天做个实验跟大家看一看。之前的影片评论说不脆的网友，大部分我发现他们都是生活在西方国家或者是外国。我们生活在外国有什么特点呢？我们去买肉通常不会去肉铺里面买，一般都是超市里面买。那我今天准备了2块肉，一块肉是我半年多以前买的，它买回来的时候是真空包装的，我就整块冻在冰箱里面，冻了半年多，我现在拿出来做脆皮烧肉。另外一块我会从当地的肉铺那边买的，肉铺卖的肉通常是比较新鲜的，所以我们来对比一下冻肉和新鲜的五花肉，他们做出来的脆皮烧肉有什么差别？为了完成这个对比实验，我们其他的条件全部都是一样的。这是那块冻了半年的五花肉，在猪皮上每隔3厘米左右，用锋利的刀划个小口子。这个目的是为了防止烤的时候猪皮鼓泡，皮肉分离。我们用刀片在猪皮上面划几个洞，这个目的并不是扎针，我们这个目的是为了让在加热的过程中，猪皮下面的空气可以透出来。第一支的烧肉影片有非常多人批评说皮肉分离了，这不是真正的脆皮烧肉。第2次我们在上面划了格子，但是还是有人觉得不满意，因为做出来的烧肉样貌不是很美观，所以这一次我们既要有口感又要有外貌，我们就在上面划一些小道子透气就好了，划破皮就好了。可以看到皮下的肥油，但是还没有划到瘦肉层。稍微处理完猪皮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快速的来腌一腌这个猪肉。腌这个猪肉可以很花时间，也可以非常的快速。我们今天做的是非常快速的脆皮烧肉，为了让这个肉更入味，需要在猪肉上面切几刀，大约每隔2厘米的宽度，可以切得深一些。我们切的时候是切到瘦肉这一层，但是你不要切到这个肥肉下面。接下来就是要腌，我们先来一点酒，给它去一下腥。四周还有缝里面都抹上酒之后就可以了。我大概用了1个瓶盖的花雕酒。接下来来一点盐，通常调味的时候1公斤的肉，一般用10克的盐就不会太咸，味道也刚好。那么这个盐的分量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、口感不一样去进行调整。盐也是要抹到肉的四周和缝里的每一个角落，薄薄的上1层就够了。来点糖增鲜，我大约放了1茶匙的糖。最后一个要上的调味料是五香粉，五香粉不需要多，你只需要薄薄的上1层，它味道就够了。如果你这个时候还有沙姜粉，也可以来一点沙姜粉。但我们今天做的是非常简便的脆皮烧肉，所以这3个调味料已经是够了。接下来要进入我们非常典型的风干环节。我们今天做的这个是对比实验，所以尽量用最简单的方法，用最简单的腌料。那今天一样是不会在皮上面扎松针，同时我们这一次不会用到苏打粉，也不会用到醋，也不会在猪皮上面抹油。刚才提到的这些方法全部都是可以让我们猪皮更加的松脆，但是今天我想试一试，不用任何东西在猪皮上面，可不可以让我们脆皮烧肉达到非常松脆的效果？我今天会用到烤箱里面这个架子，还会用到做烧鸭用的钩子。接下来要把肉挂在这个架子上面。我们今天要用一个全新的方法做烧肉。这个方法之前我老公有跟我提过，但是我一直没有去实践，因为我对我自己之前的2种方法都非常的满意。直到前几天有另外一个网友在过去的影片下面评论说，他采用了同样的方法，跟我老公一样的思路，结果做出来的脆皮烧肉非常的完美，完全没有死角。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，希望在这里可以跟更多的朋友分享，让大家在家里更轻松的做出脆皮烧肉。大
大概的操作方法就是想办法把这个肉挂在烤箱里面。那用到这个钩子，钩子前面勾勾的这个部分，我用钳子把它给压紧了，所以它比较不容易滑出来，并且前面这边用铁丝把它固定住了，所以它现在在里面是处于一个吊在那里竖着的状态。烤的时候油就是往下走的，这比较像外面烧腊铺他们做烧肉的方法。我们还是要先风干猪皮，为什么要这样放呢？等会在烤的时候也是处于这样一个位置，因为风从热的风从里面吹出来，一定要吹到那个猪皮，猪皮才会爆。如果吹不到猪皮的话，很可能它不会爆的。接下来我们打开烤箱，用100°C的热风吹1个小时到1个小时15分钟，直到我们摸起来后面的皮感觉是非常的干燥的。我的五花肉已经在里面风干了1个小时15分钟，这个时候的皮肯定已经吹得非常干了。接下来是最简单的环节，我们直接把这个温度调到你烤箱能去到的最高温度。我这个烤箱可以去到260°C，我们需要用最高的温度不停地吹它的皮，吹25分钟，大约20分钟左右。里面的烟非常的多，我猜它应该爆皮爆得差不多了。这时候将温度调小一点，190°C，继续再烤15分钟。100°C风干了1个多小时，加上现在前后烤了35分钟，肉肯定是会烤熟的。我们现在要揭晓谜底，看看这块肉它的皮烤得怎么样。我很期待烤出来的结果是什么样子，就像开讲一样。这个时候非常不容易拿出来，我们需要稍微放冷一会儿。结果却让我有些失望，不过我依然抱着希望它像气炸锅烤出来的那样，即使没有爆皮，吃起来却也可以是酥脆的。然而事与愿违，爆皮的部分口感非常的好，不爆皮的地方吃起来有一些硬，还有一些粘牙，总之是差评。再准备一块新鲜的五花肉，一样在皮上划些口子，背面一样切几刀，加花雕酒、盐、糖、五香粉，薄薄的上一层调料，不需要腌制，直接挂进烤箱风干。其实风干的过程就是一个腌肉的过程。转过来查看它皮够不够干是非常有必要的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它如果还没有完全变干的话，这个部分的颜色是比较白的，上面这些已经很干了，它有点发灰，所以我们还需要继续再风干一会儿。完全变干之后，我们摸是可以摸出来它变硬，并且是可以摩擦出声音的。这时候可以开始烤了。所以很多时候都要调整一下风干的时间。我们一样也是要调到260°C，或者去到你烤箱的最高温度。不要忘记，如果你有温度针的话，放一个温度计在里面。现在烤箱内的温度只是到达200°C，但是我从侧面已经看到它边上都已经起泡了，都爆得非常的厉害。现在又烤了25分钟，这块肉比较小，所以我觉得它应该已经烤熟了。我打算打开烤箱来看一看它现在是什么样子。边上有一点点烧焦，但是我们可以刮掉它，整体爆的是非常的厉害。我非常满意这个结果，这样烤肉就像抽奖一样，不到出炉的那一刻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。看到这块爆得如此完美的烧肉，内心感觉像中了奖一样。相信隔着屏幕你们也能感觉到它的酥脆。反过来，脆皮和菜板接触的时候，可以听到皮被压碎的声音。切的时候已经可以预见到它的松脆，我就怕太用力将皮压成碎渣。切开后可以看到，这样烤出来的肉也是非常多汁，我真的迫不及待想试吃一块。
其实我觉得看这个皮爆成这个样子，我都没有必要试吃给大家看，但是我还是想试一下，看看它的口感是什么样子的。气炸锅也可以做到这个效果，但是如果家里没有气炸锅的话，这个做出来的烧肉真的是跟外面买的真的没有什么差别。前几天我在外面已经买了一块烧肉了，因为过年不想在家里做，买回来之后，可能是因为春节期间店家量产，所以它味道调配的不是很好，所以让我有点失望。但今天自己在家里做这个烧肉，我觉得如果你想在家里自己尝试做烧肉，又非常烦恼怎样可以做出一个绝对不会让你失败的烧肉的话，我们可以去买一块新鲜的猪肉，用刚才的方法在烤箱里面烤25分钟，就可以得到一块非常非常酥脆的脆皮烧肉。不只是皮脆，掉在那里我最大的担忧就是不停的往下面滴油、滴肉汁，这个肉吃起来会不会很干？但是实际上我们刚才也看到了，其实它非常的多汁，吃在嘴巴里面也非常的软，非常的棒。这块烧肉影响烧肉脆皮不脆的原因，之前说过了，一定是猪皮里面水分含量比较大，它不够干，所以我们采用风干的方法，加速猪皮表面水分的蒸发。第二个原因，这一次发现可能是因为你的那块肉它不够的新鲜，或许它是解冻过的猪肉，或许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，我目前还没有发现。但是从今天的这个实验来看，冻的猪肉它爆皮的效果确实没有我们新鲜的猪肉那么好。那怎样才可以保证我们猪皮风干的时间足够呢？如果你不确定的话，你可以试着把你的猪肉放在冰箱里面去风干2天。2天之后，你会发现猪皮它呈现一个比较灰的颜色，而且特别的硬，摸上去是会有沙沙的声音的。我们在烤箱里面风干也是一样的，要风干到它猪皮表面摸起来有点沙沙声，并且它颜色有一点点变灰，这样才可以进行下一步的爆皮。上次跟我评论的那个网友，他非常的手巧，他说他用自己家里的铁丝的衣架做了一个简易的工具，然后把这个烧肉挂在了炉子里面。我家里刚好是有这个烤鸭用的这个挂钩，所以可以把肉挂起来。但是如果家里没有挂钩，也不知道怎样可以用衣架做个勾勾的朋友呢，我们其实并不一定要把烧肉吊在那里，你可以用其他的工具，尽量让它斜着放在那里，或者是怎样可以让它立在那里，哪怕是都不行。我们其实第一次做的时候，将烧肉平放在烤箱里面，做出来的效果也是非常的好的。只要那个肉皮不是那种凹凸不平的样子，在烤的时候油不会聚集在某一个地方，它就不会出现硬皮的情况。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一次再见，拜拜。